照镜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白头发最近冒得特别快？明明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，保养品也没少买，但就是止不住的往外冒，梳子上的掉发更是越来越多。你以为这只是年纪到了吗？错了，其实这根本不是单纯的生理老化，你心里一定也很委屈。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工作，每天操烦着大大小小的事，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还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那一把一把掉落的头发，根本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无声的求救信号，它在告诉你，你心里那把名叫焦虑的无名火正在疯狂透支你最珍贵的生命能量。今天我不教你吃药，也不推销任何保养品，请给我一杯茶的时间，我会带你透过佛法中最核心的智慧，找出偷走你精气神的真正元凶。内容的最后还会教你4个躺在床上就能做的睡前微禅修，看完之后你一定能把流失的能量养回来，找回久违的身心平静。我们常听老一辈的人说，头发是我们的3000烦恼丝。小时候听这句话，总觉得只是一句顺口溜，觉得文绉绉的。直到我们自己也到了这个年纪，看着镜子里一天比一天多的白发，才突然听懂了这句话的重量。在佛教的智慧里，这世间对我们生命最大的消耗，不是你每天去操场跑了几圈，也不是你为了工作加了几个小时的班，而是你心里那把看不见的火。这把火，佛法里称作三毒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贪、嗔、痴。这3个字听起来好像很深奥、很遥远，但其实它们就藏在我们每天最真实、最琐碎的生活里，正在一点一滴地榨干我们的精气神。什么是贪？不要以为去抢、去偷才叫贪。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，贪就是永远觉得不够。我们总是看着别人拥有的东西，看着别人换了新车，看着别人的孩子考上名校，看着别人的动态上又去哪里吃大餐，我们心里总是会忍不住想，如果我也能那样就好了，我还要再多赚一点，才能让家人过得更好，才能不被别人看不起。这种对未来、对物质无限的渴求，就像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断地添柴火。你越想要，心火就烧得越旺，你的脑袋24小时都在高速运转，连晚上躺在床上，心里都还在盘算着明天的计划。各位朋友，这样一颗永远在奔跑的心，怎么可能不累？再来，什么是嗔？嗔就是抱怨、不满、生闷气。我们常常会觉得委屈，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，却没有看见？为什么我为这个家做牛做马，另一半却一点都不体贴？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比别人差？这些怨气就像是闷在心里的毒火，当你的心里充满了怨恨和不平，这股充满破坏力的能量就会直冲脑门，它会把你身体里原本柔顺的能量变成一把把锐利的刀子，不断地在内部割伤你自己。最后，什么是痴？痴就是看不透、放不下。我们总是希望美好的事物永远不要改变，希望孩子永远听话，希望父母永远健康，希望青春永远停留在脸上。但是佛陀早就告诉我们，这世间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无常。我们偏偏要去对抗这个无常，我们死死地抓着过去的遗憾不放，又死死地盯着未来的恐惧不放。这种执着就像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抓住一把沙子，你握得越紧，沙子流失得越快，而你的心却已经因为用力过度而僵硬抽筋。各位朋友，你想想看，当我们心里每天都在烧着这3把大火，贪求不满的火，怨恨不平的火，执着不放的火，我们的身心怎么可能承受得住？佛经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，叫做3界火宅，意思是说，
我们这个充满烦恼的世界就像是一栋着了火的房子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也是一栋房子，而你的心就是房子的主人。当主人每天都在房子里放火，把这栋房子烧得烟雾弥漫，温度高得吓人，我们身体里那些本来用来滋养生命、滋养皮毛的清凉甘露，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被高温给蒸发掉了。失去水分的树叶会干枯掉落，失去清凉甘露滋养的头发自然就会变得灰白脆弱，然后一把一把地掉下来。白发不是老天的惩罚，也不是单纯的衰老，它是你的身体发出的一声最慈悲的叹息。它在提醒你，亲爱的，你心里的火太大了，你该停下来，给自己的灵魂浇一点清凉的水了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委屈，我也知道不要想太多，可是事情就是这么多，我怎么可能不去操烦呢？来，我先给大家讲2个很有意思的佛教故事，你听完之后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。有一天，佛陀在村庄里讲道，有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跑来对着佛陀破口大骂，说的话非常难听，可是佛陀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微笑，一句话也没有回嘴。那个人骂了半天，看佛陀完全没有反应，自己反而觉得没趣，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。这时候，佛陀温和地问他，这位朋友，如果今天你带了一份礼物去拜访别人，但是那个人拒绝收下这份礼物，请问这份礼物最后会属于谁呢？那个人没好气地说，既然他不收，礼物当然还是我自己的。佛陀笑着说，没错，刚才你对我说那些恶毒的话，发的那些脾气，我通通都没有收下，所以这些愤怒和怨气现在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上啊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是不是非常有智慧？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，你是不是也常常不小心收下了别人丢过来的情绪垃圾？这样的场景你一定不陌生。早上骑着机车去传统市场买菜，可能不小心被后面的车子莫名其妙叭了一声，或者是去排队买东西，老板今天心情不好，对你翻了一个大白眼，又或者是过年过节亲戚聚餐，某个长辈故意酸了你几句，说你家小孩怎么突然换工作了，怎么还不结婚？这些人就像是那个对着佛陀破口大骂的人，他们把心里的垃圾，把难听的情绪往你身上丢，结果呢，你偏偏把它收了下来。白天发生的事明明都已经过去了，可是到了半夜，你却还把它从记忆的抽屉里翻出来，在心里反复咀嚼。你越想越气，越想越委屈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气得心跳加速，气得睡不着觉。别人只是在白天得罪了你5分钟，你却在夜里用失眠和掉落的白发惩罚了自己一整夜。那个对你按喇叭、对你翻白眼的人早就呼呼大睡了，你却还把他的情绪垃圾紧紧抱在怀里，不肯放下。这只是我们心里背着的第一个包袱。我们不仅不肯放下过去的怨恨，我们还常常急着去担忧未来。在我们继续往下聊之前，我想再跟你们分享另一个非常深刻的佛学小故事。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心里那种震撼就像是被人迎头浇了一盆清凉的水，瞬间把心里那些焦躁的火气全都给浇灭了。这是一个发生在2500多年前的故事，但它却无比精准地刺中了我们现代人每天都在经历的痛苦。言下里，佛陀带着阿难与僧团长途跋涉，太阳毒辣，气温高得仿佛连空气都要燃烧，大家都口干舌燥，体力快透支了。佛陀在树下歇息，温和地对阿难说，我们刚才路过山谷，有条小溪，我现在非常口渴，请拿着钵去打一钵清凉的水来。阿难立刻拿着钵折返，可当他抵达溪边时却傻眼了，原来
刚好有几辆载满沉重货物的牛车从溪水中央涉水而过，牛蹄的踩踏与车轮的碾压把原本清澈的小溪搅得天翻地覆，河底的烂泥、落叶全被翻搅上来，整条溪瞬间成了一锅浑浊不堪的泥浆水。阿难眉头紧皱，心想这满是泥沙的脏水怎能给尊贵的佛陀喝？于是他无奈地拿着空钵返回，满含歉意地说：世尊，刚才牛车经过，把水全搅浑了，实在太脏不能喝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，去前面的大河打水，好吗？佛陀听了却只是微微一笑，轻轻摇头，语气依然温和：不，阿难，我现在就很渴，请你再拿着钵回到刚才那条小溪去帮我打水。阿难心里觉得纳闷又烦躁，不明白水那么脏，师父为何非要他去，但出于对佛陀的尊敬，他还是乖乖拿着钵，第二次回到了溪边。当他再次站在溪边时，水依然是浑浊的。阿难心中的烦躁感更强烈了，他忍不住捡起树枝，试图把水面上漂浮的枯叶赶走，哪知越是用力拨弄，水底的泥沙被搅得越乱，水反而更浊了。阿难无奈地拿着空钵回去，焦急又委屈地对佛陀说：世尊，水还是浊的，我试着去清理，但根本清不下来。大家都很渴，我们别浪费时间，赶紧往前走吧。佛陀看着焦躁的阿难，眼神中充满无尽的慈悲，轻轻说道：阿难，别急，你现在第3次去溪边，这一次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只要静静坐在水边看着就好。阿难虽满肚委屈，也只能照做。这一次他没有再抱怨，也没有拿树枝搅拌，他找了块干净的石头，安静坐下，静静看着水面。奇迹发生了，因为无人踩踏搅动，水里翻腾的泥沙在重力作用下开始一点一滴往河床底部沉淀，枯枝落叶随水流飘走，粗糙的泥土和细小的沙粒也安静下来。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，整条小溪竟然恢复了最初清澈见底的模样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水底的石头都看得一清二楚。阿难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景象，满心欢喜地用钵舀了一勺最清凉、最纯净的水，小心翼翼地端回去给佛陀。阿难恭敬地把水递给佛陀，并且激动地说：世尊，水真的变清了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它自己就变干净了。佛陀接过水，喝了一口，然后深情地看着阿难，说了一段流传千古的智慧语录。佛陀说：阿难啊，你看，这水就像是我们心，那些经过的牛车就是我们生命中每天遇到的各种突发状况，各种烦恼和压力，他们总是会冷不防地闯进我们的生活，把我们原本平静的心搅得天翻地覆，充满了焦虑、愤怒和恐惧的泥沙。当我们心变得浑浊的时候，我们凡夫俗子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就像你刚才那样，我们会急着想要去解决它，我们会焦虑的想要去清理它，我们在脑袋里疯狂的想办法，我们生气，我们抱怨，我们甚至去指责别人。但结果呢？你越是着急，你越是用力去搅和，那些烦恼的泥沙反而被你翻搅得更厉害，你的心就越浑浊，你也就越看不清事情的真相。阿难，你要记住，对治浊水最好的方法不是去搅拌它，而是什么都不做，给它一点时间，让它自己沉淀。当你不去干扰它的时候，水自然就会清澈，你的心自然就会清明，清明的心才能生出真正的智慧。各位朋友，听完这个故事，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？你回想一下我们中壮年人现在的生活，我们每天睁开眼睛，面对的哪一件事情不是重磅炸弹？家里的长辈突然生病住院了，照顾的压力瞬间压在我们肩膀上。孩子毕业了，找不到好工作，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滑手机，
你看了心里又急又气，公司里的业绩压力越来越大，年轻人一直往上爬，你生怕自己哪天就被裁员了。再加上每个月固定要缴的房贷、车贷，各种开销，这些事情就像是一辆又一辆沉重的牛车，每天毫不留情地碾过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早就被搅成了一锅充满焦虑的烂泥巴。然后我们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就像那个急躁的阿难一样，我们开始疯狂地搅拌这锅烂泥巴。我们白跟老伙计生闷气，晚上回到家忍不住对另一半碎碎念。我们躺在床上，脑袋还在疯狂运转，想着明天该怎么办，后天该怎么办。我们越想越焦虑，越想越生气。我们试图用过度思考来解决生活中的失控感。可是各位朋友，你想想，在泥水里搅拌，水会变清吗？绝对不会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早上一梳头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发现自己明明才40多岁，50出头，两边的鬓角却已经全白了，因为你太用力了，你把所有的精气神都消耗在搅拌那些烦恼的泥沙上了。佛经里常说，无明烦恼会吞噬我们的福报，焦虑恐惧会消耗我们的能量，而愤怒则会烧毁我们心中的功德林。在佛法看来，这就是你心里的那把无明火，把你生命里最清凉纯净的能量全都给熬干了。当生活已经一团糟的时候，我们最该做的其实是学会佛陀教给阿难的那个动作，找一块安静的石头，坐下来，什么都不做。这不是消极，也不是逃避，这是一种最高级的生命智慧，叫做允许与接纳。允许自己现在很焦虑，接纳现在的生活确实有一点困难。当你不拼命去对抗那些坏情绪，当你不急着马上要一个完美的答案，你心里的那些泥沙就会慢慢的沉淀下来，就像这杯水一样。水本来就是清的，泥沙只是暂时的悬浮物。你的心本来也是清净无染的，那些烦恼和焦虑不过是经过你生命的几辆牛车罢了。既然我们都知道病根出在心里的执念，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自救呢？在佛教里有一部非常伟大的经典，叫做《金刚经》，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句子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，叫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玄，但其实它就是我们现代人对治焦虑、对治白发最好的解药。什么叫做相？你每天早上照镜子，看到鬓角长出来的那根白头发，这就是相。你洗澡时看到排水孔上那一堆掉发，这也是相。你脸上慢慢长出来的皱纹，身体渐渐衰退的体力，这些通通都是相。我们凡夫俗子最大的痛苦，就是把这些表面的相当成了永恒不变的真实。我们拼了命的想抓住青春，拼了命的想把白头发染黑，用尽各种昂贵的保养品，甚至花大钱去向外寻求各种偏方。我们太害怕变老了，太害怕失去外在的体面了。可是《金刚经》慈悲地告诉我们，这世间所有的现象就像梦境，像泡影一样，本来就是不断在生灭变化的。春夏秋冬是无常，生老病死也是无常。这些外在的变化是宇宙再自然不过的规律。当你死死地盯着那根白头发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抗拒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打了一个死结。佛家讲身心不二，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是完全联动的。你的心里一打结，你身体里的能量场马上就跟着堵塞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吃了一大堆昂贵的保健食品，头发还是照样掉，睡眠还是照样差，因为你心里的结没有解开啊，你的心里还憋着怨气，还藏着恐惧，那些东西吃进去，
根本无法转化为清净的能量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，那根白头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其实，它是来度你的，它就像是一位慈悲的菩萨，在你的耳边轻轻地敲了一下警钟，温柔地提醒你，亲爱的，你这半辈子为了家庭，为了工作，为了别人的眼光，已经奔波得太累了，你的脚步太快了，你的灵魂已经跟不上了。现在是时候把紧抓着的双手松开，好好疼惜一下自己了。当我们能够看透这个相，不再对抗它，而是轻轻地对着镜子里的白发说一声谢谢你，辛苦了。就在你接纳放下的那一个瞬间，你心里的那把焦虑之火就熄灭了。心火一灭，你体内那股清净的生命能量就会重新涌现出来，重新滋养你的身心。养生要先养心，想要找回那份失去的精气神，我们不需要向外去求什么仙丹妙药，我们只需要学会向内观，把这颗躁动的心安安稳稳地放下来。各位朋友，其实说到放下，很多人的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恐惧。你会想，如果我放下了，是不是代表我放弃了？是不是代表我对这个家不负责任了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。佛法里讲的放下，从来都不是教你什么都不管，不是教你抛家弃子，佛法是教你放下那颗非要怎么样不可的执着心。我们来聊聊一个很常发生在我们中年人身上的盲点。我们到了30岁、50岁这个年纪，往往觉得自己就像家里的一根柱子，或者公司里的一块承重墙，上有老，下有小。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的期待都死死地扛在自己的肩膀上。我们要求自己必须是一个满分的父母，一个完美的伴侣，一个无可挑剔的员工。这种对完美和绝对掌控的渴望，就是勒在我们脖子上最紧的一根绳子。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，以为只要我足够操心，只要我每天日夜不停地担忧，我就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但结果呢？你的担忧改变了什么吗？事情往往不一定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，但你的身体却先发出了严重的抗议。在佛经里有一个关于弹琴的故事，非常的发人深省。有一天，佛陀的一个弟子因为日夜苦修，把自己逼到了极限，他连睡觉都不敢睡，结果不但没有开悟，反而精神崩溃，痛苦地想要还俗。佛陀知道了这件事，就把他叫过来，温和地问他，你出家前是个弹琴的好手，我问你，如果一把琴的琴弦绷得太紧，会怎么样？弟子回答，琴弦会断掉。佛陀又问，那如果琴弦太松呢？弟子说，那就弹不出优美的声音了。佛陀笑着说，修行和生活就像这把琴一样啊，琴弦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，你要找到那个刚刚好的中道，才能弹出最美的生命乐章。各位朋友，你静下心来问问自己，你现在的这根生命之弦是不是已经绷得太紧太紧了？你总觉得只要自己一放松，天就会塌下来。但真相是，这个世界少了谁都会继续转动。你把自己逼得喘不过气，熬夜加班，操心孩子的一切，甚至操心那些根本还没发生的灾难。你紧绷的情绪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剪刀，把你身心正常流动的能量硬生生地给剪断了。头部得不到清净能量的滋养，毛囊就开始枯萎。所以那一根根掉落的头发，那一丝丝变白的鬓角，其实是你的身体在用最后的力气保护你。它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大声地向你哀求，主人啊，弦太紧了，快要断了，求求你松开一点吧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过，上善若水。佛教也常用水来比喻人的心境。水是最柔软的，但它却能穿透最坚硬的石头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份柔软的智慧，你就会知道，偶尔的示弱，偶尔的及格就好，
并不是一种罪过。你不必永远当一个超人，也不必永远强撑着一副无坚不摧的铠甲。家里地板有1-2天没拖干净，不会怎么样。孩子偶尔考试没考好，天也不会塌下来。别人不理解你，那是他的课题，不是你的业障。允许事情有它原本的发展轨迹，允许自己有做不到的时候，允许别人对你有失望的权利。这种允许就是佛法里说的随缘。随缘绝对不是随便，随缘是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之后，平静地接受任何一种结果，不强求，不执拗，不和老天爷较劲。当你学会了这种柔软的智慧，你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就真的落地了。石头落地了，你的肩膀就轻松了。肩膀轻松了，卡在脖子和头部的紧绷感就瞬间消散了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那么用力去掌控一切的时候，生活反而变得更顺遂了。连带的，你眉头间的川字纹淡了，你的睡眠变得深沉了，精神变饱满了，甚至连掉头发的速度都奇迹般的慢了下来。这就是中道的智慧，这就是放下的力量。这是一股多么温柔又多么强大的自愈力啊！所以今天晚上试着对那个一直紧绷着的自己说一声，没关系的，放轻松一点吧。说放下很容易，但真的要做到却很难。毕竟我们都是凡夫俗子，每天睁开眼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哪一样不需要操心？所以今天我不教大家高深的打坐，也不要大家去深山里闭关，我为大家整理了4个，今天晚上你躺在床上，立刻就可以跟着做的睡前微禅修。只要你愿意每天给自己5分钟，坚持7天，你一定会感受到身心上那种奇妙的变化。第一，睡前50下的扣心门。以前的人说睡前要泡脚养生，但今天我们把手收回来，放在我们的心口上。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把你的右手轻轻放在左胸口，也就是我们心轮的位置，随着你的呼吸轻轻地拍打胸口，大概拍个50下，每拍一下，你就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，我放下了，告诉自己，今天一整天我真的辛苦了，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这就像是在安抚一个受惊吓的孩子一样，把你这颗紧绷了一整天的心温柔地安抚下来。第二，睡前3分钟的观息法。很多朋友躺在床上，脑袋还在跑马灯，这时候不要去对抗那些念头，你只需要把注意力轻轻地放在你的鼻尖上，去感受你吸气的时候那股凉凉的空气进来，吐气的时候温热的空气出去。不要去控制呼吸，就是单纯的看着它。这在佛法里叫做安那班那念。只要3分钟，你原本四处乱跑的心猿意马就会慢慢被拴住，心静下来了，你体内那股浮躁的火气自然就会乖乖的往下沉，帮助你进入深度的睡眠。第三，睡前的原谅与臣服。很多人失眠是因为心里还憋着一口气，在这里我要拜托大家，不管今天白天谁惹你生气，谁让你受了委屈，在闭上眼睛睡觉前，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原谅他们。原谅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对了，而是因为你决定放过你自己。我们绝对不要把白天的怨气当成业障带进神圣的梦乡里，同时尽量让自己在晚上11点前躺平。这不是什么死板的规定，而是一种臣服的练习。告诉宇宙，我把控制权交出去了，现在我要让这副皮囊好好休息了。第四，梳理心绪的正念梳头。我们常常说梳头可以放松头部紧绷的神经，但我们现在要加上正念，建议大家准备一把天然木头或牛角的梳子，每天由前往后梳头。在梳的时候不要急躁，把它当成一场与自己和解的仪式。
梳子每划过一次头皮，你就观想着，我正在梳去今天一整天的尘埃与杂念，我正在把心里那些纠结的因缘一根一根的梳顺。梳着梳着，你的头皮放松了，紧绷的神经松开了，那些盘旋在脑海里的妄念也就跟着消散了。这4个动作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各位朋友，修行就是在这日用平常之间。当你学会了在睡前把心清空，你流失的生命能量自然就会一点一滴的补回来。不知不觉，我们今天的分享也来到了尾声。看着镜子里的白发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恐惧，是抗拒，甚至觉得自己变丑了，不中用了。但我想温柔地告诉大家，请不要害怕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。那一根根的白发，那一条条的皱纹，其实都是岁月颁发给我们的生命勋章。它们见证了我们这半辈子为家人的无私付出，见证了我们在生活风雨中咬着牙撑过来的勇敢，更见证了我们从年轻时的青涩冲动，一步一步走向如今的包容与成熟。这一切都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生命历程啊！我们必须明白，真正的年轻从来不是脸上没有一丝皱纹，也不是头上没有一根白发。真正的年轻是拥有一颗不被烦恼绑架，不被执念困住，永远保持着宽容与平静的心。当我们的心真的安定下来了，不再向外盲目的攀比与索求，当我们学会了接纳生命里的每一个阶段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也接纳世事运转的无常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那股原本被焦虑消耗掉的生命能量，就会像初春的泉水一样，再次从你的心底涌动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的眼神会变得无比温柔，你的面容会散发着慈悲的光芒。这才是世间任何昂贵的保养品都无法替代的最高级的养生。今天晚上，当你准备入睡前，请试着照着我刚才分享的方法，放下心里所有的重担，给自己一个深深的呼吸，告诉自己，这辈子我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相逢即是善缘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想邀请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在留言区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语。你可以写下愿放下执念，得身心自在，或者是简单的一句愿所有众生平安喜乐。各位朋友，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几个字。佛家说起心动念皆是业，当我们一念发善，当成千上万个善念在留言区汇聚在一起，就会在荧幕的两端形成一个无比强大、温暖且清净的正能量磁场。这股美好的力量不仅能回向给我们自己，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虑，也能为这个浮躁的世界注入一份最珍贵的安定力量。感谢你的陪伴与聆听，愿你福生无量，日日是好日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也请你大方地把它分享出去，给身边那些同样需要这份平静力量的朋友。相聚是一份难得的善缘，如果你喜欢这份平静，希望能经常听到这些抚慰人心的故事与智慧，欢迎你轻轻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，也能让这份温暖的正能量在未来的日子里持续陪伴着你。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。